本期第二对情感嘉宾周先生，29岁，来自沈阳，自由职业；厉女士，39岁，来自沈阳，全职妈妈。那么，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对方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他恨不得我天天围着他转，不和别人接触。我越为他着想，他越当机上脸。你们的家庭分工？他负责挣钱，把我困在家里带孩子，在外边挣钱，在家干活都是我。希望对方做出的改变，别总疑神疑鬼的，天天监视着我。把孩子看好，跟我在家好好过日子。总感觉这怎么话里有话呢？这怎么听着感觉女生要跑似的呢？首先吧，我是二婚的，然后我带着儿子，本来就对婚姻吧失去信心了。之后遇见他了吧，让我对婚姻又充满希望了。然后不久之后我们就有孩子了。我就合计这是幸福的开始了呗。没想到矛盾出现了。婚前吧，他是做那个美甲的，在我知道这个行业里边，美甲应该是都是女同志做的，对不对？对呀。有一天我那个下班早，完我就给他个惊喜吧，早点去接他。我到那一看，他跟一个男的搁那聊得热火朝天的，完俩人还把手拉上了，当时我就受不了了。你就是太小心眼了，你知道不？你给我解释的机会了吗？上来你不分青红皂白你就骂人家呀？我店里吧不光是做美甲，还有一些护理。现在男的活的不也挺精致的吗？他来做护理不也很正常吗？对不对？做护理。对，手部护理，哎，他就不管那事儿了，到了就给我吵吵，搁店里边，给我店里所有人都大干一仗。那你说我给人做护理不用手，我还用脚给人做呀？这是您之前就是生娃之前在做的工作，对吧？啊，对。之后就把我带走了，不想让我干了。然后我就让他跟我回家了。然后我当时摆个小摊儿，那时候也赶巧，完了她是怀孕了，我也不让她干什么活。她这人就是什么呢？就是一点就异性边界感都没有。又怎么了？就4个男的，他都能给你唠半个点以上。你说人那天我是怎么似的？他让出摊，那突然来了个大哥，挺有气质的，他可好。你说正常，你说2句话得呗，他不的，追着人跟人唠。你说人大哥就是正吃饭呢，在这桌吃饭呢，他上这个桌坐下唠，把我晾到一边，摊也不管了。完了，大哥呢就换了个桌，他呢跟过去了，就跟那个大哥唠。完了还问大哥，你说对吧，大哥？你开门做生意，你是不是得对人热情啊？来的人你是不是都得招待好啊？除了那大哥，没别的顾客了吗？当时？对呀。怎么没有顾客呢？那别人我不也照顾了吗？你咋照顾的？给人耍脸，你就照顾大哥了，当时。还有消费实力，他能多买东西，那我肯定不得选择性的吗？买了吗？饭吃一半，人走了，下饱了。但是为啥呀？你给人拿大长白山的脸子，瞅你那样不能跟着吃。哎，这会儿又不让我去了，到我家待着了。在家待着消停了吗？晚上了8、9点钟了，他电话响了，我就问他接电话呀，他告诉我那个广告推销的，完我就抢过来接了，刚喂了一声，啪就抢过去了。你就是想太多了，你知道不？就是我以前那个前男友，好多年没有联系了。再说了，我第一时间就把电话摁免提了，就对方说啥他也在听，都能听着。我也跟他说了，我说我现在有男朋友，我也马上要结婚了，我跟他也不可能了。对，他不依不饶啊，没完没了的。不是前男友找你做什么事儿啊？他也想复合，对。哦，要复合啊？5、6年一直没联系。没有联系，因为当初分手的时候都是，哎呀，就是挺决绝的那种。就这些都不重要，对我来说，我就是重要是啥呢？你说我跟他这个前男友超，他哪怕能帮我说一句话啊，作为大老爷们儿，对不对？我心里能平和点儿。他可好，一句话没帮我说，全说我没事找事儿。不是，那话都说得很明白。你说你俩骂仗，你说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这事过去没多长时间，我这边就正玩游戏呢，他也跟我玩游戏。完了吧，他就是一会儿退出去，一会儿进来，一会儿退出去，一会儿进来。我问他，我说你干啥呢？他说跟朋友聊天。我就抬头看了扫了那么一眼，我看是男头像，我就没新鲜玩。我问他，我说你跟谁聊？我看一眼，不给，死活不给，就咋说都没有用，就跟异性又聊天了。对啊，最后发现这异性是谁呀？我现在也不知道，他就没就是解释不给我解释啊。他跟我说是他儿子的那个朋友。完这事不了了之就完事了。完事之后，过了没有几天吧，我就心里就有这个结，我就合计他有没有就别的号啥的。
我就切换了一下，他真有，那个号里就2个人，一个是他儿子，一个是他之前删了那个男的。我怎么建那小号，你自己心里没数啊？那现在小孩因为总也不来我身边，跟姥姥在一块过，咱家那老大。哦。那他不怎么跟我交流，我就为了跟他一起玩游戏，不有共同话题吗？能唠到一块去吗？所以那阵建的那个号，之前吧，孩子也用我那号，他在玩，就玩游戏。啊，就是你有微信小号。啊，对，但我从来没用过那号，我也不上，就纯属是登录游戏用的。重点是你本来删了的那个男的到底是谁？我都不知道，因为不是我加的，是我儿子玩游戏，他可能加的是同学还是朋友。到现在男的女的我不知道，因为我没跟他聊过天，他是误会了，那个人家是个卡通的头像，根本也不是男人的头像啊。再说他就是这样式的，就事儿多。所以吧，我就把这个人给删了，就怕他没完没了的磨叽这个事儿。心里没鬼，你删这干嘛呀？我为什么会呀？他磨叽啊，因为他小心眼儿啊。不删啊？对呀，删了那不跟我死不对证了吗？对呀，我看完你再删不就好了吗？还说我呢，你自己咋回事？你自己心里没数你啊？这又咋的了？他跟他前女友呗，藕断丝连，他还不承认。我问他，妈呀！我说你有前女友？他说没有。结果我在我老婆婆那个视频号上看着了。那个女的在他家大年三十在他家吃饭。等一下啊，那谁有个前女友不是很正常的事儿吗？对，你可以承认呐，他不承认呐。那我不承认是为了咱俩的感情，而且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跟他已经完全没有关系。行了吧，完全没有关系，你说可笑不啊？咱俩结婚当天，哎，他那前女友给他发信息祝福呢还。你说他俩没有联系，他怎么知道咱俩结婚？我是不是当着你的面把咱俩的事说清楚，把我和他的还有你的，从那天开始到现在，就到如今此时此刻，他跟我联系了吗？没联系吧？我不像你跟那些男的不清不楚的，完了到现在还藕断丝连啊！这就是你安监控的理由呗，是不是啊？什么叫我安监控的理由啊？安啥监控啊？家里现在不都流行安监控吗？啊，他那监控人家是防贼的，他是搁家看着我的。不是你说这话，你上不上良心啊？我在家安了个监控，是我不认识他的时候我就安了。他吧是怎么回事呢？他来家的时候吧，这个监控从来都是没运行过，没工作过。只要他出门，就哪怕下楼买盒烟，他都得把这个监控插上，把网连上。这不是监视我，这是干啥呀？我不在家的时候是你没人照顾你，我怕你磕了碰了，那时候刚怀孕。啊，是上厕所时间长了还得给我打电话呢。有一次我上厕所还没上完呢哈，他就撒回来了。哎呀，给我这一顿发脾气，我都不知道因为啥，给我整一头蒙圈。那是我那时候给他打电话不接，发微信不回，在监控里看也没有人。完我就光能听见声音，我就听了什么，亲爱的，那个我挺想你了。完了，等过两天我老公不在家的时候你来，是不是这原话？对呀，是原话，没错啊。那你回来可以问呐，回来就给我吵吵，哎，非得要我把那个跟谁聊天那个调出来。我说那调呗，对不对？我也问心无愧。其实是我闺蜜，我们俩之间唠嗑，以前小聚不也很正常吗？这个除了在你们家安监控，还有啥让你觉得？哎呀妈，别提了，给我妈家也安上了。我回我妈家，我得受监视，我这到哪都没有自由，这时刻有一双眼睛在盯着你。在他妈家安监控，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是他问我这个监控怎么样，他儿子在他妈家，他就想看看，有时候想儿子也能看看。我那行，能看这实时监控吗？对不对？就这么着，我帮他买了一个，他带我去他家安的这个监控。哎呀妈呀，他说的真好听啊！他当初就是忽悠我说啊，你安那个监控嘛，你还能看着点孩子怎么地的。结果是那回事吗？那就是看着我了。不是，那你也不是天天回你妈那儿吧？对呀，不是啊，但关键是他安完这个监控以后，我从来没用过呀，都是在他手机上软件，他时刻监视到家里一举动啊。我回家看不着孩子啊。你想看的时候，是不是我给你看了？那你下一个软件不就完了吗？绑定一个手机，你带绑定的话，你得他的授权你才能来看着共享的那种。刚开始是整过一次，完不知道怎么断网以后，我这个线还是他给我整掉，我就不知道了，我这个就看不着了。他所有事都是给不了安全感。但凡能给我一点安全，我至于这样吗？你说，在家我现在什么都不让他干，就让他看看孩子。孩子看不好。那天我下班回来了，我就做饭，把屋都收完事了。完了，他吃完饭了，我就这么说，我说那天我正好烟没了，我说媳妇儿，我说你那个看会儿孩子，他就搁沙发植物人似的往那一坐。后来我可能就是给他磨叽烦了，他直接告我看不了一点，爱看不看。当时我脾气也上来了，我那就谁也别看，就这么着，我就下楼去买烟去了。就买个烟功夫上来，
完我看他抱孩子搁那哭，我这咋的了这是啊？完我一扒拉，那孩子脑袋磕的这么大个包，当时我都心疼完了，我就急啊，我就说他两句，他还不乐意了。我告诉你啊，这我得说一下，之前我生咱家老大的时候吧，我妈还年轻，还能帮我带孩子，我纯属没带过这个。这老二也属于像我第一次带似的，我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经验。这小老二从出生到现在吧，我天天晚上整宿睡不着觉啊。我白天起来，我那头发大把大把的掉，他现在也帮我分担不了。我在家真的我都要抑郁了，我天天我都受不了了。我还怎么帮你分担啊？回到家第一件事是不是孩子给我啊？孩子给我，你上那屋，该玩电话玩电话，该刷手机刷手机。家里面谁做饭啊？他做我做饭。谁收拾家呀？我。他收拾。哟。谁洗衣服呀？我。谁洗碗啊？就是这些事儿全是我，他只负责带孩子，而且还带不了。他现在完全就是整个人心不在这个家，总想着天玩，就想出去。而且你说我俩现在吧，经济不是那么太好，就没有什么存款，之前嘛刚怀孕那阵儿，他就要出去旅游，我说那近边的咱就玩一玩，溜达溜达就完了呗。我说现在不刚怀孕，不在家不养胎吗？他不干，他说那个等了孩子出生了之后，完了啊又喂奶又什么，就以后就没时间出去了。我说那行，那就去吧。从沈阳到延吉，从延吉到北京，从北京再回到沈阳，就这一圈。我在高速上开车，那功夫开了将近20来个小时了，当时就是真困了。完了吧，前面有大车，灯还不怎么亮，我还开快点，等到跟前我才看见，就是说白了，我这反应速度还可以，一脚刹车定那了，没偏，就这么着没出事。当时我就顺着那个大道，就是下高速了，找个地方我就睡觉，我就跟他说，我说咱就别往前走了，不行咱就回家吧。你说都出现那种事了，他就是从来就不想这后果是。你知道那是什么后果吗？那就没了，那就啥都没了。他不干，非得按照原计划走，前后花了将近4、5万块钱。你说当时哪都用钱，到时候还得生孩子用钱，坐月子不还得用钱吗？孩子还得买那些乱七八糟东西，全是钱。他从来不想挣钱，不就是花的吗？你知道赚钱多难吗？多难不也是暂时的吗？现在我是没办法，搁家孩子没断奶，搁家照顾。那之后我不也能上班出去工作了吗？家里不就没这么紧巴了吗？我就想让他好好的把所有东西都放下，全心投入我这个家庭里。不是，但是婚后你做了什么，他就认为你心在外面？没有了，婚后没有了。没有吗？不可能就是婚后没有了。非让我说出来吗？你说吧。没有吗？他把监控自己拔了，你知道吗？因为我在外地。后来我听我朋友跟我说的。你就听朋友说的话可靠吗？不是，朋友说了什么吗？他就说，一个男的去我家了。朋友为什么知道家里进来人了？哎，对呀，你朋友怎么知道的呀？他在我家楼下看见了。在你家楼下看到上咱家来了？这不可能吗？你朋友怎么那么有时间，那么闲呢？看到一个陌生人进一个楼道，就铁定判断这个人是要去你们家。他是怎么能够做出这种预判的呢？是我走的时候，我让他帮我看着点。哈哈哈哈。他还安排朋友在你们家楼下算是蹲守。那我都不知道啊，那我都不知道这事儿。哦，那所以确实是有人去你们家的，对吧？没有，他说这个是假的，根本就没有。哦，好。我有病啊！反正就是各执一词，这个真的是说不清。对。男生的诉求就是要怎么？我让他回家好好过日子，别说具体，咱说具体。你让他到底怎么做？人家在家里，你说一个男的去了，他天天跟你形影不离，你就踏实了。他现在就想把我拴在裤腰带上，不要与外界人。我觉得听着像。男生也说不出来他真正的诉求是什么，他就是说，我觉得就让他把心放在家里，别人的想法，你说你怎么可能控制得了吗？我们先来听听刘女士和王先生有什么想说的吗？我觉得我这点我做的挺好的，我就特别信任他，我从来没有说不信任他。你也真没法不信任他。就已经欺负成这样了，还问你能改吗？这，你看人家大哥洗衣服做家务，样样都管着。我感觉人家大姐比我幸福的多了，我都可羡慕她了。没救了，我放弃了。来，谢谢你们啊，谢谢你们。来，女士，你知道你老公想要什么吗？安全感。他想要你认可他，他不是想要安全感，因为爱人之间彼此就是都知道对方是有缺点的。有人可能就是没有那么多情调，有人可能就是没有那么多时间，
但是我们既然选择那个人，一定是接受的是对方的缺点。我们不是跟对方的优点在一起生活，我们就是跟对方的缺点生活。所以他要的就是你对他100%的认可，他要你心疼他。刚才有一个点，我觉得你们两个完全不在同频上。他说我开车开了20个小时，嗖的一下我刹车。他说的是我都快给撞死了。他说我很累，可是你说的是什么？你说那不是就是要旅游吗？旅游就是要花钱吗？钱来了没事再挣吗？他说的是我很累，我希望我媳妇儿心疼我，但是你根本没听到他想让你心疼他。更需要的是你们彼此去把内心的感受敞开的告诉给对方。你可以直接告诉给他，你说老公，我现在有个监控，我很闷，我很害怕，我会觉得好像我不自由了，而且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当妈妈。其实我那时说，我就感觉像没来家的感觉，我就是想表达这个意思。那你可以告诉给他，我也知道你可能是担心我，你可能害怕我受个伤，你可能了解不到。那我可能表达比这些都重要，感受到对方给你的爱更重要。所以我给你们的建议就是，不妨学会如何去表达关心、表达爱，以及表达对对方对你的关爱的理解，可能对你们来讲才能继续的过下去。我从律师的角度，我跟你说啊，好多手段是可以查到一个人的具体有没有过错情况的。我当然相信你没有这些问题，但是一旦有的话，他是有办法的，这是我要跟你说的啊。另外呢，我要说的是，真的，你老公真的非常非常爱你，那你跟这哥们儿比，是那是好多了。哎呦我天哪，终于说了，他回家他做饭还弄孩子，我的天呀，好多特别忙的这个男士好像是做不到的，你就一定要感恩。还有监控，要不你先别装了，他现在反感。你俩现在是恶性循环，我希望你相信他，然后你正向一下，然后我们作为女方来说，我建议你，你不要让他回来以后上了一天班，带上他洗衣服、做饭、看孩子，你就即便你没有这个社交这个问题的话，慢慢的他也受不了。反正我认为你俩不至于的要分开，但是问题很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啊。男同志小心眼嘛，他就是比一般的人小心眼，对吧？女同志你又太自由了，对吧？那你俩必须得改，不改的话很难受的。反正我认为都有问题，都改吧。周先生，你以前是被背叛过吗？有。因为有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在他心中有一些阴影，所以他会看待女性跟异性的一个边界，他是不同的眼光。比如说你和顾客的正常聊天，他会觉得你就是在谄媚的笑。你比如说给顾客做这个守护，但他看来你们两个人是在拉手，所以他其实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就已经给自己埋了一个一个又一个的对你不信任的扣，这些扣可能有一些实际的问题存在，比如就你前男友那件事儿，有一些是他自己加了一些添油加醋的一些想象，让自己陷入到那样怀疑的境地当中。这是我说的安全感，就是两个人相互不信任的这个问题。第二个，为什么你的老公会说，他说不出来想让你怎么改，但他就是一直说啊，麻烦你把心思多放在家里面，因为他感受不到你的爱，所以他会说啊，你多把心思放在家里，放在家里。他连你怎么做都说不出来，因为他明确的就能知道，我不知道你怎么做，但我知道你不爱我。我觉得你们两对儿哈比起来特别有意思，两个极端，这边是男方对女方是完全漠不关心，您是相反的，过度关注。这里面我说我的一个感受哈，就是你所谓你不在家，家里去了男人这件事情，其实是您凭空想象的，因为以您的性格和做事方式，人都进家门了，你还专门叮嘱了一个朋友跟着，这事儿居然你不了了之了，不可能。但你为什么要去说这件事儿？背后的逻辑是什么？逻辑是，我内心深处我是不认可你这个人的，甚至人品，我不相信，我炸你。他是一个有社交需求的人，你不可能他只是在家里看孩子，你也不能说你把心给我放在家里就要这么一个结果。不去设定各种具体的事情，所以说你们俩在互相折磨呀。你总是在怀疑自己最亲密的人，你出去工作你怀疑家里进男人，
你到了家，你觉得他心又不放在这儿，就一起出去玩儿，还觉得哎呀我累得要死，你却不理解我。这种状态就是打着爱的名义再去绑架别人，你侵犯了别人的隐私啊。所以说，好好想一想，即使再亲密的夫妻，也要有距离，也要有隐私，也要有空间。如果连这最起码的一种信任，最起码的一种默契都没有的话，在一起没有任何意义。他不是你关在家里笼子里的鸟，你这个婚姻折断了他的羽翼，还要求他的眼睛不要向窗外看，他做不到。你为什么不去想一想，在你们这段婚姻当中，你的不安全感是哪儿来的？你欣赏他的东西是不是你向往的东西？他和别人努力追着去聊，他是他的生存本能。因为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之下，他不是说在上一段婚姻当中受没受伤，而是他觉得不管经历什么样的波折，他必须要靠他自己才能好好活下来，而且他有这个本事。现在你告诉他不行，你回家用不着你那些本事，你就回家好好的给我相夫教子。你对他的那个要求是因为你的能力覆盖不了他，所以你才希望他能够回到你那1亩3分地儿里来。如果真的要把这个婚姻继续下去，我跟你讲啊，你的监控要拆了，跟踪他的手段要去了，手机从此不看了。我就说就这3点你能做到吗？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勇气是什么？是明明被伤害和背叛过，还能付出信任和真诚去好好爱。你们都是带着过去的伤走到今天这一步的，这个伤还要带多久？你们在这个家庭当中彼此成员之间的不信赖，还要传递给孩子多少？你们这个家庭当中现在这个样子，不管她是不是一个合格的妈妈，没有妈妈是100分的，磕了碰了，小朋友成长的过程当中在所难免。不是她不负责，她也在学习怎么当妈妈。她之前都在忙生存，她真正擅长的你不让她去做，你让她去做她不擅长的东西。这个婚姻只有懂得放手，给彼此空间，你们才能喘息。如果谁都喘息不了，这个婚姻到最后会把你们都逼疯的。所以咱们说一句话，能力不到可以，格局不到不行。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就请2组嘉宾回到转门后想一想，待会儿是否要出来。我给你们这一组嘉宾一个出来的条件，周先生，你要先把家里的监控拆掉。如果你同意这个的话，就最起码我做一点点的努力和改变，让我的老婆知道，和我在一起我们是能够修复的。如果你一点努力和改变不愿意做的话，我觉得那您其实就等同于说我在把我的婚姻推向悬崖。接下来，王先生和刘女士，你要如果出来的话，就是同意让妈妈和妹妹搬出去住，而且是由你亲自说。对，要不然就别出来，就别出来，行吗？好，爱妈妈不是说把妈妈放在自己身边。来，请各自回到转门后。好，我们一起来揭晓答案。3、2、1，请开门。哎呦，哇，出来了！希望真能做到。无所谓啊，只要有这个勇气就行。你不带忽悠我们的？没有，我其实刚才听几位老师说的，确实就是我之前确实挺忽视她的，然后总是太向着妈妈跟妹妹嘛，然后总是忽视她，对她照顾也不是很周到。就是你回去会跟你妈妈妹妹谈吗？会，我自己肯定会。你有这个信心吗？有。但女生如果她做不到，你怎么办？做不到我也就死心了，我就不再执迷不悟了，我就给她最后一次机会吧。女生，她如果做不到，你们俩自己租房子住，自己出去租房子住，方法有很多种，就看你们两个如果真心相爱，能不能共同面对困难。抱抱吧。在家都没这机会。好，谢谢，请亮灯。希望你俩好好的啊！好，谢谢你们来到节目，来这边请。
我们接下来期待一下第2组嘉宾周先生和厉女士他们2个人的结果。他们俩出来的条件是拆监控。3、2、1，请开门。哎呦，出来了。我同意把监控拆掉，再也不那么坚持怀疑我媳妇了。你还她自由，你可能也能感受她全身心的回到了这个家。不管怎么样，试试吧，试试吧。反正先能把监控拆了，是不是你能舒服点儿？好，来，接下来的时间交给你们2人。对不起啊。好了，请亮灯。谢谢你们啊，祝你们幸福。谢谢老师。谢谢你们来到节目，来这边请。